好，我们之前讲了很多 performance indices，那现在来看说真正怎么样执行它的运算，怎么样把它实际上要把它画出来。那这通常是概念上你要怎么做？那简单的你手算就算出来，但是难的你要画出什么FNR、FPR 那些东西，其实是要写程式码去做，才能够很快画出来。好，现在假设我们有一个confusion matrix， 假设你要 detect COVID-19， 你要抓这个新冠肺炎的去侦测它有没有确诊，那最后得到的结果是这个样子，那我就开始问，根据这个 performance index， 它的 accuracy 有多高 ？accuracy 当然很简单，就是对的都是 T 开头都是对的，所以 TPTN， 所以30加上930，这是对的，除以总和就是30加30加10加930，总和当然就是1000，这总和是1000，所以呢，得到辨识是0.96，所以这辨识率很好啊，对不对？这个96%都是对的，那这为什么？但是这个是 bias， 这个 data set 是 imbalance，所以你所有人全部猜说，这个没问题，全部把它放它过去，就是96%，就是全部都是这个是有经过分类器。如果说我全部都猜它是没有生病的，那就会出现这是另外一个 approach， 也是1000人，但我全部猜它没有生病，就会得到，这刚好也是96吗？刚好你是直接猜，把所有人都猜成 negative， 那它刚好也是30加930，所以辨识也是0.96%。你完全不做任何事也是0.96%，你做了老半天也是0.96%，所以表示这0.96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。这个例子举得不好，刚好这个数字会一模一样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它的 accuracy 或 recognition rate 是96%，那它的 false positive rate。false positive rate 就是你先讲 true positive rate 好 ，true positive rate 就是辨识对的30除以这两个相加，这个是40，true positive rate。那 true negative rate 就是辨识对的，这边有930，那除以这边是 negative case， 930加30是960。这是 true positive rate 和 true negative rate， 然后 false negative rate 等于 false negative 嘛，就是表示他是认为它是 negative， 但实际上是 false， 所以这边10，那除以它 positive 就是30，这边是40，然后再过来是 false positive rate， 那 false positive 在这里是30除以960，这样这几个数值就全部出来了。所以你要知道它的意义，然后进去计算它。然后还有 precision 跟 recall 的各是多少？precision 我用小 p 来代表哈。precision 呢是等于你抓出来里面总共有多少个是 positive， 那真正有 positive 多少？所以 precision 呢就变成抓这边的，变成你真正抓出来有60个 positive case， 那真正是 positive 只有30，precision 只有1/2。那 recall 呢 ？recall 就等于 true positive rate，recall 等于recall 是看这里，真正你抓出来 positive 只有30个，但是全部的 positive 是30加10 40，所以这是 recall 跟 positive。那 F major 也一样，就把两个做一个加权，做一个调和平均就可以了。所以这应该概念上各位要把它弄清楚，然后才能够把它这样实做出来，才能把它计算出来。那当然 precision recall 有，那我就问你 F major 是多少？那就做一个调和的平均就可以了。
好，那这个就又稍微更复杂一点哦。假设说我事实上就只有这8个点，8个资料点给你，那这个就是 simple data versus threshold 在这里，这是我们的 threshold theta 在变。然后这边是属于第0类，哦，这是第1类，然后第1类我说就是它是属于 positive case。那我请你把它的图画出来 ，RC 的图画出来，哦，这个就稍微复杂一点，所以各位同学要亲自做一遍才知道，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。哦，那我第一个要画的是说 FNR 和 FPR versus threshold。哦，这个图事实上就是我们前面有讲过的这个图，这个图在这里，我跳到前面去，这个图。哦，FNR 和 FPR 对，这边是 threshold， 对 threshold 在做图。哦，只要这2条曲线出来，我要画 ROC 就很容易。哦，所以其实我现在先砍 threshold 哦，不同的 threshold 会对应不同的 FNR 和 FPR。哦，我怎么砍呢？我就把资料每2个资料点中就砍1刀。哦，比如说我砍1刀在这里，这是0.1 threshold， 砍1刀是0.2， 砍1刀这0.3。哦，这2个也看成2个资料点，所以必须砍1刀在这里。这个是0.35，是0.375，啊，砍1刀在这里。哦，砍完以后，每一个区间就只有1笔资料。哦，砍1点呢，这是0.45，可能是这边是0.5，0.0.45，0.425在这里。哦，砍1刀在这里，所以0.475在这里，再砍1刀0.55。那比这边大的，比0.6大的，它的数值都定下来，比这边大也都定下来。所以定下来意思就是说，不管 FNR、FP 它就不会变的，你值再大它也都一样。那我们现在要画的是什么东西呢？我要画的是，比如说我要 Y 对 X 做图嘛，那 Y 可能是FPR 对 FNR 做图。哦，所以我也是拉出来，就是等于说开始列表，表画在这里，2个表。哦，一边是，哦，这边很容易弄错。哦，如果我弄错，你也随时跟我讲。哦，这边是 XFNR。哦，抱歉，我这边写 FPR 好了，FNR。好，好，当你 threshold 砍在这里的时候，哦，当我想这里的时候，是从这里往左边走的话，它的 FPR 是多少？FPR 就是你认为它是 positive， 结果它是错的。哦，所以你认为 positive， 它的错在这里是几乎就是全部了嘛？有没有？1、2、3、4、5，因为你 threshold 砍在这里，然后你认为这边右边全部都是 positive， 所以这一点就全部错掉了。所以 FPR 在这里是1，有没有？就是比这边都小。那如果砍在这里的话，你认为它是 positive， 结果是错掉的，就是得到有没有？这边有1、2、3、4，有4点，你认为它是 positive， 那结果是错掉，所以这边就得到是 0.8， 我写4/5好了。当你砍在这里的时候，有没有？你认为是 positive， 有3点，但是这3点却是错的，它们事实上是 negative， 所以是3/5在这里。然后在这一点是2/5，在这一点还是2/5，但是写错2/5，在这边也是2/5，在这边呢就变成1/5，在这边呢也是1/5。哦，在每一个threshold你都算出一个值出来，然后到这里呢就变0了，以后这里全部都是0了。哦，你这 FPR 就出来了，这样看得懂吗？哦，一刀砍下去，然后 FPR 就指的，你看既然是 FPR，就表示是
它是 negative， 你以为它是 positive， 所以是只看蓝色的点就可以。好，那 FNR 呢，就是你以为它是 negative， 结果它是，我没做任何事，它为什么自己放大？然后 FNR 呢，就是因为是 N 嘛，所以表示它原来是 positive， 那你以为它是 negative， 哦，那 FNR 怎么算呢？就是一样，刚刚是切一刀看刚刚是砍一刀看左边的蓝色有几个点，那 FNR 是砍一刀看刚刚是看右边，现在看左边的红色的点有几个，哦，所以你这样砍下来，这边呢 FNR 呢，你以为它是 positive， 你以为是 negative， 没有，这边是零，这边也是零，有每个水写都要砍一个字，零零，哦，到这里开始发生，有没有？到这里，你一刀砍下去，它的全部都是 positive， 3个 positive 在这里，那你有一个你以为它是 negative， 所以是这边1/3，然后这边也是1/3，然后到这里变2/3，因为有没有这一刀砍在这里之后，左边有2个点，右全部总共有3个点，所以是2/3，然后砍在这里，抱歉2/2，然后这边是3/3，抱歉这里还是2/3，然后到这里以后才变3/3，是1，哦，像这里漏掉，这里也是0，在这里对 FPR 来讲也是0，所以你这时候得到 FPR、FNR 全部都得到了一条曲线，现在就把它画出来而已，哦，画出来而已，所以你要画的话，比如说 FPR， 如果我把它直接画在这个曲线上面的话，表示哦 FPR 在这里是1，然后在这里变4/5，在这里3/5，在这里2/5，1/5，0，所以你就得到这样的曲线。然后到后面这边就全部都是0，这边全部都是1，哦，这是我的 FP 啊。那 FN 呢？你是照画哦，这边是0，这边是0，这边1/3，大概是1/3是2/6，所以比2小一点在这里。然后1/3在这里，然后2/2在这里，2/2在这里，3/3就到1了，后面都全部都是1，所以你把它连起来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图。哦，所以这边再过去也都是0，都是1，再过去这边都是0，这边也是这样，再怎么延伸就都一样。哦，所以你看它的端点一定是有一个01，有一个10，有一个10，有一个01在这里，端点一边是0，一边是1，这样你就得到2条曲线，分别是 FP 啊和 FN 啊。那你得到以后呢，你要画出，比如说画出 DT curve 就很简单。DT curve 这边是 FN 啊，这边是 FP 啊，就开始打点。哦，所以这边是分别对应到的是1、0，FPR 是1 ，FNR 是0，就对应到这一点。哦，然后再过来是4/5，所以4/5，在这里。哦，就是慢慢一点点把它打出来，你就会得到一条曲线出来。那端点一边是，这边是，哦，没有错，这个是我的 Y 轴，这是对应到我的 Y 轴，所以这边是10，然后对应到这里是01，哦，然后对应到不同的 C 大值，这边每一点都会对应到一个 C 大值，因为 C 大等于0.1、0.2、0.3等等，这样一路下去，你就可以把这条曲线拉出来。这样了解吗？哦，就是你真的要做一遍，你才会知道中间发生什么事情。那当然我这边还没有讲完哦，你既然有这条曲线，你 ROC 就出来了嘛，那 DET 呢也会跟着出来。实际上我画的这个就是 DET 啦，这是 DET， 那 ROC 就把它翻过来。好 ，PRC 在哪里？PRC 请你们回去做一遍哦，考试就考 PRC 好不好？我已经先预告你就考这一题了啊。
你回去把 PRC 真的操作一遍，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那你可以想象，我如果说写成 f c 它的扣除函数等于阿尔法乘上 fn 哦，这都指它的个数哦。那当阿尔法等于10的时候，你把它 f of c 画出来，阿尔法等于100的时候，你再把它画出来会得到怎么样的图？那请问你在阿尔法等于10和等于100这两种情况下，它对应到的最好的 ratio 应该要多少？哦，你这时候就可以看出来，当这阿尔法在变动的时候，你对于西塔它的敏感度有多高？可能阿尔法变动很剧烈的时候，这西塔可能应该是只变动一点点，其实它变动不大。哦，但是你把图画出来，你就开始慢慢会有感觉，这个是怎么变化。好，所以这个作业各位要回去自己试看看哦。剩下麻烦各位把它完成。哦，那再过来这个作业呢叫 Leaf Chart。Leaf Chart 这一题呢就是相对比较简单一点，我没有给你数字哦，我给你数字你要画，你就是通常会弄得手忙脚乱哦。那这边只是问你说，如果是一个 random guess 乱猜，那你把 Leaf Chart 画出来给我看。好，那乱猜很简单，乱猜假设P 有10个，就是说我 positive case 有10个 ，negative case 有100个。哦，那请问你它画出来图会是什么样子？哦，抱歉，这个数字出的不好哦，我要改一下，这边等于90会比较简单。total 是100，那就是你把 leaf chart 画出来。那这边跟你讲说有20个病，我们前面是分10个病嘛，现在变20个，20个病，那每一个病呢，它的高度是多少？因为你是在乱猜嘛，所以你这个不管是哪一个病抽出来的几率都一样，所以这时候呢，你画出来的在每一个病里面的 precision 呢，都是会变成100%，哦，所以都是10%而已，所以这边就变成这边是10%。10%哦，这边是10%，我写0.1好了，0.1，这高度是0.1，这边是0.1，哦，每一个长条图全部都是0.1，哦，到这里是0.1，总共有20根，哦，20个病子，哦，因为你等于说是乱猜嘛，所以你不管怎么猜，你抓10%出来，它永远得到的 precision 永远都是0.1而已，但它的 recall 在哪里？recall 就是你在从这里到这里，它 recall 会慢慢增加，最后呢，这边一定是100%，我就全抓了，全抓是100%。那但是这边是怎么上去的？哦，因为你分20个病嘛，那20个病里面呢，你在每一个病里面呢，有10个，然后分成20个病，所以每一个病里面呢，你只会抓到5%的人，所以呢，它这个会从这里往上跑，哦，比如说从5%，然后再10%、15%、20%，它会拉出一条直线出来，所以这边是5%，它又拉上去到100%，哦，这就是你的 recall， 因为你全部都是乱猜啊，所以按照几率来讲，你抓前10%只会抓到，哦，抱歉是20个病嘛，所以你抓前5%只会抓到5%的人是 COVID-19 或者是会出国的人，那你抓2个病进来就会抓到10%，抓3个病就会抓到15%，哦，所以这边是5%，再过来这边是10%，再过来15%，这样一直上去到这全抓，你就5%就100%就全部抓到了，哦，那所以如果全部用百分比来表示的话，这边高度，这边都是10%，我还是用百分比来表示啊，这边10%，这边是10%，哦，这10%都是 precision， 就是我抓一个病里面，它的比例呢就会等于10除以10加90，这个是不会变的，因为你就乱猜，所以每一个病里面抓到10%。那但是它的 recall 呢，就会随着你抓的越来越多，从5%、10%这样一路上去，就到达100%。哦，这就是我最后的 leaf chart，就当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你做的越好的话，也是一样，
这条曲线本来是直线是长得这个样子，但是如果你做的很好啊，它就变成往上凸，往上拉的越高，表示它的效果越来越好。所以这就是 Leaf Chart 这一部分。